1999年3月，少将基圣德忽然接到了通知，让他立刻前去北京开会，并且通知里特别指出事关机密，所以要求基圣德立刻启程，不准跟任何人暴露行踪。基圣德接到这份通知，心里还有几分得意，他认为如此重大的会议要自己去参加，说不定自己又要升官发财了。不过基圣德想不到的是，北京并没有什么会议，只有一场针对他而展开的抓捕行动。来到北京之后，基圣德便见到了不少警卫，他还以为是前来迎接自己的，并未怀疑，就坐上了为他准备的快车。车辆载着警卫和基圣德来到了会议地点。可是当基圣德漫不经心地走进屋里，却发现屋里只坐着一个人，而这个人他也很熟悉，是当时担任国防部长及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迟浩田。这时候基圣德才开始慌了，可他又拿不准迟浩田究竟想做什么，所以他战战兢兢地坐下来。为了让基圣德卸下防备，便于抓捕，迟浩田没有急着下达命令，而是和他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基圣德此刻没有心情闲聊，几句话之后，基圣德终于忍不住了，当面问迟浩田找自己来究竟有什么目的。既然他这样问，迟浩田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为国家拼搏了这么多年，想必也已经累了，之后就休息休息吧。谁知一听这句话，基圣德竟然跳了起来，情绪十分激动。他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要停掉自己的职务。虽然知道自己铸成大错，可一向顺风顺水、目无法纪的基圣德却依旧没有把迟浩田放在眼里。迟浩田赶忙让警卫进来控制住基圣德，可基圣德却依旧挣扎不休，嘴里骂骂咧咧。迟浩田见他不知悔改，叹了口气，随后便宣布了国家对他的处理方式，撤销他的全部职务，并且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这让基圣德的情绪彻底爆发了，他居然对着迟浩田大声吼道：我爸知道吗？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基圣德似乎笃定自己的父亲位高权重，能够保得住自己，而这句话让迟浩田也发了火。他没有想到基圣德这样一位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少将，一个出生在红色家庭的子弟，不仅没有学到父亲身上那种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反而仗着自己的出身胡作非为。哪怕到最后一刻他还打算用权势压人，这样一个人怎么还配做新中国的干部？那么基圣德究竟犯下了什么重罪？他的父亲又究竟是谁，让他如此有恃无恐呢？要说基圣德的出身的确不凡，因为他的父亲姬鹏飞正是新中国的第3任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有着光辉的革命经历，他出生在山西的一户平民家庭，自幼见惯了人间疾苦，所以生出了一腔救国救民的壮志。成年之后，姬鹏飞开始频繁接触家乡的革命群体，思想上得到了极大的升华。1934年宁都起义爆发，姬鹏飞便是参与起义的战士之一。姬鹏飞是个好战士，勇敢、聪明、坚定，组织上把他当作重点培养的对象，姬鹏飞也不负众望，进步速度非常之快。到了1937年，刚刚27岁的姬鹏飞便成为了新四军第1旅的政委。又经过了漫长的战争岁月之后，姬鹏飞终于和战友们一起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此时新中国成立了外交部，外交对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而言有着非对比寻常的意义。但让周总理忧心的是，我国的专业外交人才实在太少，所以从建国以来，周总理开始从军政部门抽调人才，培养他们的外交能力，为外交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姬鹏飞也是在这一时期被周总理选中，从而成为了一名外交人员。事实也证明，周总理独具慧眼，姬鹏飞最后能成为外交部长，自然和他超强的能力是分不开的。当然，能从一个年轻的小战士走到这一步，姬鹏飞经历了许多苦难和波折，长久的战争岁月磨练了姬鹏飞坚韧不屈的性格。都说虎父无犬子，然而姬鹏飞的儿子姬圣德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能力，都远远赶不上父亲。这和两人的成长环境有关。姬鹏飞出身贫寒，所以从来不会以高位自居，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民众具有充分的同理心。但姬圣德从生下来根本就没有吃过什么苦。他出生的时间是1948年，那个时候革命基本已经快要取得胜利，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也相对安定。姬圣德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什么战争岁月的艰苦，有的只是家庭为他带来的无限助力。在姬圣德渐渐记事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调入外交部，工作十分繁忙，能够分给家庭的时间便相当有限，有的时候或许1个月才能够和孩子见上一面，自然就疏忽了对于儿子的教育。
而母亲一个人要照顾一家老小，不可能只盯着基圣德一个人，所以基圣德几乎在一种无人管束的环境里成长起来了。而且渐渐懂事的基圣德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是不平凡的，父亲的官职让他在同龄人之中高高在上，无数人想要巴结他，他什么都不用做便可以得到众星捧月的待遇，这让基圣德越发志得意满。在学校里，他并没有把心思放在学习上，而是整天和狐朋狗友厮混，成绩始终是班里的倒数。不过对于儿子的不思进取，姬鹏飞却也并没有苛责，因为他始终对儿子心存歉疚，觉得自己忙于工作，忽略了儿子。何况姬鹏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认为儿子长大之后，只要能够踏踏实实为人民服务，不论成绩好不好，做什么岗位，自己这个做父亲的都可以接受。殊不知他这样的宽容进一步加剧了基圣德的堕落。又过了几年，基圣德高中毕业，不过因为他糟糕的成绩，他没有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这时候基圣德对父亲提出自己想要参军，对儿子这个想法，姬鹏飞非常高兴，毕竟他自己也是军旅出身，所以他当即便同意儿子报名。这对基圣德来说的确是一条轻松又便捷的路，凭着父亲的名望，他进入军营易如反掌。而且年轻时候的基圣德相比于枯燥的学习，的确是更喜欢当兵这条路，所以在刚刚参军那几年，他并没有暴露本性。相反，他训练十分积极，各项作训成绩都达到了优秀，算是给父亲争了一口气。这样一来，他的升迁之路也就顺理成章了。毕竟他军中表现不错，人人又都知道他的父亲不是一般人，他还是一个年轻极具培养价值的战士。靠着这几条优势，不管他到了哪里，人们都为他大开绿灯。他很快便爬到了比同龄人更高的位置。客观来说，基圣德并非全无能力，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的那几年，他拿出的工作成绩一向都是很出色的。1988年，参军多年的基圣德被授予了少将军衔，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青云直上的平坦大道。可人们并不知道，基圣德的内心早就悄然起了变化。对基圣德这样一个本来就心术不正的人而言，如果不让他掌握权力，或许他还能平安无事。可一旦掌握了权力，通过权力获得了无数好处之后，基圣德内心的贪欲就再也无法控制了。更何况80年代本来就是一个人们思想受到巨大冲击的年代，由于改革开放，大量的新鲜事物涌入了中国。对于基圣德而言，这意味着他能享受的东西又多了许多，吃喝玩乐，声色犬马，这本来就是基圣德的最爱。成为少将之后，能够管束他的人越来越少，基圣德自然就更加贪图享乐。可有个现实问题摆在他面前，即便做了少将，他的工资依然是有限的。可是他在外鬼混是一笔大开销，如何才能填满自己的钱袋子呢？基圣德很快想到了一条罪恶的渠道，那就是挪用军队的资金。靠着职务之便，短短几年，基圣德竟然贪污了700多万元军队经费。而且贪污对于基圣德而言还仅仅是个犯罪的开始。基圣德的职位至关重要，所以很多人都明里暗里地求基圣德给自己开一个后门。在利益驱使之下，基圣德开始给地方的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助纣为虐。最惊人的一件案子是基圣德和远华集团的老板勾结，而远华集团最主要的赚钱渠道是走私。据统计，基圣德和远华集团老板认识以来，对方光是逢年过节给他送的礼物价值就高达2000多万，而其余的各项打点数额可能更加惊人。基圣德自己也参与到了远华集团的业务之中，从中抽取利润。这听起来便让人汗毛直竖，一个少将竟然和走私犯成为了生意伙伴。基圣德当然很明白走私的严重性，但是他早已经被金钱蒙蔽了双眼，而且随着他走私的胃口越来越大，美国那边竟然也有人盯上了他。美国当时正费尽心思在中国安插间谍，窃取中国的机密情报。基圣德疯狂的走私行为让美国方面意识到，这个人完全可以用金钱收买。不久，美国方面就派人和基圣德接触。美国所能提供的钱可比走私商人多太多了，所以当时基圣德几乎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美国的要求，开始疯狂地向美国输送情报。走私、涉黑、叛国，每一条罪行都足以让基圣德万劫不复，但基圣德反而越来越张扬，因为他背地里犯罪几年，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加上他权势滔天，黑白两道都有人脉，因此
很多人即便察觉了他的犯罪行为，也不敢去举报，这一切助长了基圣德的气焰。可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消息传到了中央，即便是迟浩田等几位中央领导，对于基圣德所犯下的罪行也大感震惊。迟浩田和基圣德的父亲基鹏飞也算是老熟人，他很难想象基鹏飞这样一位艰苦朴素的党员会生出基圣德这样一个儿子。为了不打草惊蛇，迟浩田派人到基圣德的所在地进行了一番调查，而事实触目惊心。种种证据表明，基圣德已经完全丧失底线，成为了美国控制之下的卖国贼。而且在基圣德的保护之下，当地的黑恶势力发展极快，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正因如此，迟浩田下定了抓捕基圣德的决心。而且为确保万无一失，迟浩田专门在北京设局，终于一举抓住了这个恶贯满盈的罪人。基圣德被抓之后，先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迟浩田非常失望的事情，那便是基圣德的父亲基鹏飞在听到儿子被捕之后，意图求情。基鹏飞作为党员干部，自然不能纵容这样的祸害，可最后偏偏是情感压倒了理智。听闻儿子要在狱中度过余生，已经年迈的基鹏飞竟然四处疏通关系，甚至还求到了张爱萍那里。但张爱萍等人自然不会为基圣德这样的败类说情，为了不让基鹏飞再受刺激，大家只能对基鹏飞避而不见。可基鹏飞还不死心，到了2006年，基鹏飞又打算借着办寿宴的名义，把过去老朋友们聚在一起，再次为儿子说情。当然，他做的这一切都是无用功，基圣德所犯下的罪是板上钉钉的，没有人会继续纵容他了。2000年2月，心力交瘁的基鹏飞猝然离世，他纵容溺爱的儿子，成为了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污点。而基圣德要在牢狱之中继续为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赎罪。他本可以拥有大好人生，但是他却贪心不足，亲手毁灭了自己的前途。